相对来讲，当物质是某一个速度相对我们运动的时候，因运动方向肯定是动。当不得到光是速动微电，这个效应呢，他们是怎么解释的？为什么这么解释的？他认为我们大脑描述的垂直状态跟运动状态是等价的。就是垂直呢是极难加工一下是垂直状态。像这个飞碟走到星球上磁飞的时候，它那个50光里，它足足相当于我们有50光里。我们地球上工作者认为它要50厘米到我们地球。在这个外星球上，他们的工作人员认为也是50厘米要到我们地球。这是正常情况下，但是飞碟日头的人呢，认为差不多到了。因为光子运动最大看来，因运动方向靠近速动微电，它不需要实际。也就是说，从另一个角度来，是从实际的角度，它不需要实际；从空间的角度来，它没有空间。从那个时间的过程呢，他认为这个时间没有发生，就是。但是有人认为他要我们地球要耽误人力嘛，他们星球也要耽误人力。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因素在制约的，就是它这个星球上时间流逝的快慢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？这需要一个前提。如果是一样的，那他星球认为要50厘米到我们地球，我们地球认为有50厘米。但是他们现在发明了一个什么时间时差效应，就是人为的使它那个时间跟我们流逝不一样。当然它不是整个星球时间不一样，它把飞碟起飞的时候，它把飞碟的周围制造一个能量场阵，使它那个时间时差呢跟我们地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时间时差。结果它这样一做，它到我们地球是我们地球人看来50厘米变成1个小时或者40分钟。它把时间给适当了，它有的时间的快慢呢，它可以控制，流逝的快慢它可以控制。不过像这种东西比较抽象，有的人听得云如雾的，听都听不懂，要讲再用数学方程算的更听不懂。它这个有相对的那个效应一部分，但是同时也有突破了相对的，特别是时间时差效应，相对的没有提到这个概念。这个日子可能很多人拿日期，就是讲你从 A 点到 B 点，比如说有1万光里，是吧？如果正常走，你到达老师走，它不叫1万里吗？那光要走1万里，因为1万光年。但是现在我们刷一个，因为它这个一个什么定律，运动状态跟垂直状态是等价的。我们使得空间本来是朝这个方向，我们使得倾斜、垂直，改变纬度，结果使得1万光年不要1万里。它不光是讲有前进方向，垂直方向这个纬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运动使得可以改变纬度。还有一个，通过改变时间流逝的快慢呢，也能改变空间纬度。相对来讲，当物质是某一个速度相对我们运动的时候，因运动方向空间适当。当不得到光是速动微电。这个效应呢，他们是怎么解释的？外星人怎么解释的？他认为我们大脑描述的垂直状态跟运动状态是等价的，就是垂直呢是极难加工一下是垂直状态，像那个3维垂直嘛，你大脑极难加工是个垂直状态，但是经过深度加工它是运动状态，运动跟垂直是等价的。我现在再说了一个非同的事情，比如说这个飞碟，它经 X 轴运动。当它得到是某一个速度运动的时候，它这个 X 轴体本来不是90度嘛，很小的速度外运动的时候它是90度，当它得到一个速度很快的时候，这个90度就变小了，这个纬度外在消失了，就本来90度，现在那个吧，现在变成80度、70度、60度，它逐渐在变，当它得到光的时候，它就变成0度。本来是 X 轴，现在它跑到 Y 轴上去，那么 X 轴呢，它变成0。所以相对来说，当物质是光速运动，它空间速动微电。真正的原因不是速动，它不是朝 X 轴嘛，它是旋动。它旋动90度一旋动，它 X 轴本来那个 X 轴就没有了，它跑到 Y 轴上去了。这个是他们的一种解释，不是非在你像您这么说也没办法解释。他可以说把相对论呢往深度方向发展一步。
这个还有什么好处啊？它给我解释宇宙为什么运动，它按照它的这种解释呢，就是宇宙以下物体运动，这个运动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它处在空气垂直状态，是因为空气造成的。那空气为什么运动呢？因为空气的三维水柱呢，它就是运动状态，经过我们大脑一加工，它变成运动状态。它这个运动呢，有客观和多观的因素，就像一个物质在运动，它只有这个物质空间的一个作用，好吧？有我们描述的作用。如果不是我们供在这些描述，那个宇宙以前是运动还是静止的，是不能确定的。他说得很清楚。但是有人走极端，就说运动都是我们描述的，都是我们人造成的。这是走一个极端。运动我们人不想干，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。正确的答案是，运动状态是由我们人描述，但是也有客观因素，比如说物质的存在、空间的存在，也是客观因素。它是客观因素，描述运动是没有意义的。它是我们供在的描述运动是不确定的，不能确定。